風險對沖、行程效能以及出入境效率。這就是我所總結的國際旅行三部曲。嗨，大家好，我是獨立離岸顧問 Sean， 關注我，讓你全球都有人。前不久，我飛往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時，突然收到奇葩罰款，導致入境被拒。熟悉本頻道的老鐵們，不妨回頭看看我之前的那期微幫不入視頻，那場面確實有點尬，甚至讓人直接心態崩壞。不過，老鐵們，關鍵時刻還得看咱去中心化的避險意識。雖然入境被拒，還被安排到小黑屋特別關照，好在之前配置的 Trip Interruption 保險非常給力，拒絕入境後重新買機票出行，一筆厚實的賠償款及時到賬，才安慰了我那顆受傷的小心靈。更救命的是，買完機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轉機的10幾個小時裡，我並沒有在航站樓的長椅上流浪，而是在機場休息室裡邊洗了個熱水澡，點了個外賣土耳其烤肉，邊吃邊回復郵件。當然，更重要的是，足足補了6個小時的美容覺。登機前往亞美尼亞時，直接滿血復活。那一刻，我特別清晰地意識到，同一個機場，同一個航班，有的人是在熬目的地，有的人卻在享受沿途的風景。這區別的關鍵在於是否配置了合適的環球出行權益。作為一個去過60來個國家，或長期旅居，或出差旅行的老油條，我必須告訴大家，老闆們可以買打折機票省錢，但比起打折來說，更重要的是風險對沖、行程效能以及出入境效率。那麼，究竟有哪些環球出行權益是我親身驗證過的出國標配呢？我們又該如何通過低成本的神仙操作，一步到位解鎖這些特權？今天歡迎大家跟隨我的親身環球經歷，來一次硬核測評。話不多說 ，Let's get into it。1. 旅行保險應對不確定性的降落傘，其實就是這樣一款旅行保險 Trip Cancellation and Interruption。啥意思？中文可以理解為旅行取消及中斷保險，是我手裡的這張信用卡自帶的保險權益，救了我的命。很多老闆可能不知道，如果你因為生病、極端天氣，都屬於 Trip Cancellation or Interruption 這個保險範圍內的突發情況，導致行程不得不臨時取消或者在半路中斷，我的信用卡就能夠直接賠付被取消行程的機票和酒店費用，或者因行程受阻產生的額外機票和酒店。我的這張卡最高賠付是$2000，當然有的高端差旅信用卡默認保險甚至可以高達1萬到2萬美金。這與其說是旅行保險，不如說它是我差旅路上的防彈衣。當然，行程被迫中斷畢竟是極端情況，對於咱們常年飛來飛去的商旅人士來說，更常見的其實是那種等到花兒都謝了的航班延誤。話說，去年我第一次前往亞美尼亞，從芝加哥飛卡塔爾轉機，就親身遭遇了航班延誤。我記得以前在中國的時候，也曾買過航空延誤險，最高賠付額也就是1000元人民幣。自從我配置了這張美國高端商旅卡之後，我才發現國內的那些保險，在這些美國一線信用卡前簡直弱爆了。當時我的旅程因為天氣原因被迫滯留在芝加哥超過6個小時，並且導致你必須過夜。他就給我報銷了$500封頂的住宿、來回的的士和早餐的開支。當然，我今天的這個視頻絕對不是給我這個信用卡打廣告哈，只是想在此分享一些親身的總結。一個完整的保險矩陣，除了旅行取消、中斷、航班延誤，還應該覆蓋行李延誤或丟失、租車碰撞，以及最緊急情況下時發生的醫療和撤離。如果你在異國他鄉突發急症，需要醫療轉運，動輒幾十萬美金的開銷，如果沒有這麼一套完整的保險矩陣來兜底，那真的會讓你人財兩空。所以從我的親身經驗來看，真正成熟的差旅保險絕對不是出發前拍腦門記得買，而是通過全自動的深度賬戶管理，讓你的每一次行程都自動鎖定在保障體系裡，達到那種根本不用記的處境。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一定會非常好奇，我到底配置了什麼樣的信用卡，可以一卡實現這樣完整的旅行保險矩陣？別急，這集請大家一定要看到視頻的最後。
我會揭曉我的個人選擇，以及針對不同情況下的最佳信用卡加保險配置。2. 機場休息室 Priority Pass versus 航空公司休息室 versus 信用卡自營休息室。OK， 避險歸避險，但在那漫長的轉機時間裡，咱不能光靠保險賠償款在那鐵板凳上睡着吧？老鐵們一定會好奇，Sean，你在土耳其那10幾個小時到底是怎麼熬過來的？是不是在長椅上練腰部力量呢？那你就太小看獨立離岸顧問的專業度了。其實，機場休息室這玩意兒就像是機場裡的平行宇宙，門外是人聲鼎沸的菜市場，門裡邊就是香檳配熱餐的商務艙級待遇。目前全球的休息室大致可以分成3個江湖门派，首先是大家最耳熟能詳的基礎網絡型，也就是俗稱的第三方休息室。這方面的代表就是 Priority Pass， 簡稱 PP。PP 可以說是機場休息室領域的萬金油，全球幾乎所有的大中型机場 PP 都有建立機场休息室網絡。雖然偶爾會遇到高峰期客滿被勸退的小尷尬，但是 PP 勝在覆蓋面廣。當然，國內的小夥伴大家應該聽過龍騰出行，雖然在國際上的排場比 PP 要小點，但在中國國內的高鐵站和2線機場，龍騰卡絕對是中國大陸地頭蛇版的 PP。當然，如果你每次都通過某1家或者2家航空公司出行，其實你還可以看看各大航空公司的自營休息室了，這才是真正的頂級玩家俱樂部。像是美國達美的 Sky Club， 香港國泰的環宇堂和玉衡堂，那裡的香檳吧、私人沐浴套间，簡直就是長途飛行的救命稻草。我們甚至還可以在裡邊舒舒服服的泡個澡。再比如新加坡樟宜機場 Singapore Airlines 的 Private Room， 那是真正的头等艙專屬的機場休息室。餐廳級別的點餐美食，讓你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吃米其林餐廳。要進到這些航空公司的自營休息室，要麼你得買一張昂貴的頭等艙機票，要麼你得像我一樣通過美卡的積分來兌換，或者直接加入航司的高端會員，享受刷臉入場。再有就是信用卡自營休息室，現在真正的身份標識已經悄然變成了各大信用卡品牌的自營旗艦休息室。大家有沒有听过大名鼎鼎的美國運通機場休息室？只要你手裡握着這張 Amex 白金卡，你就能夠在全球各大樞紐機場 Amex 自營的休息室裡面享受到頂級名廚打造的季節菜單和專業調酒師調配的 cocktail。我就曾在美國紐約 JFK 機場的 Centurion Lounges 裡邊，一邊喝着定制款的 Old Fashioned， 一邊在他們的安靜區休息。現在連 Chase 和 Capital One 也坐不住了，紛紛開設了 Sapphire Lounge 和 Capital One Lounge， 裡邊有午睡艙，有的甚至還配了那種 SPA 水療，那種持卡人專屬的尊貴感，真的會讓你覺得年費交得物有所值。大家要明白，很多航司自營或者銀行自營的休息室，可不是你有錢就能夠隨便闖的。他們是航司和銀行維繫頂級精英客戶的護城河，為了讓大家看一眼就能夠選出最適合自己的回血聖地，我還專門復盤了全球幾家標杆級的休息室，從核心體驗、准入潛規則等維度給大家做個綜合測評。雖然新航的 Private Room 那種地方確實是要硬剛頭等艙的機票，但是像國泰、美聯航、美國運通他們的休息室，我們完全可以通過美國信用卡這個支點，利用積分兌換或者卡片自帶的匯集，實現超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跨階級體驗。總的來說 ，Priority Pass 或者 Dragon Pass 以覆蓋面廣、性價比高取勝，是多數持卡人常用的全球通用方案。航空公司旗艦休息室最為奢華，但准入門檻比較高。信用卡自營的休息室數量有限，但體驗高級，專屬的服務強化了發卡行高端卡的吸引力。對於經常往返中國香港、新加坡、美國等地的商務人士來說，不妨綜合利用以上資源，頭等艙、商務艙出行時，爭取用上航司的自營貴賓室。特別像是新航位於樟宜機場的休息室，國際轉機時則使用 Priority Pass 或者 Dragon Pass 等第三方休息室，最大化享受每一段旅程的舒適度。而有 Amex、Chase、Capital One 的信用卡玩家，你們只需要看到有信用卡自營的休息室，有時間就趕緊上吧。美國快速通關 Global Entry and TSA PreCheck。
剛剛我們聊了旅行風險和機場休息室特權，我這裡還必須夾帶一點私貨，那就是我的核心居住地美國在出入境方面的一張特權卡 Global Entry。各位如果不常出入美国的朋友，完全可以跳過這一段，直接進入本視頻最後的一個篇章，一卡解決所有問題。為什麼美卡是環球達人的標配？屏幕前的各位老闆們，有沒有想過，最消耗商旅人士精力的環節，其實往往是在降落後的那一刻。作為一名常駐美國、經常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的獨立離岸顧問，我最深有體會的是，就是那種坐了10幾個小時的長途飛行，落地後還得面對海關前那好幾百米長龍的絕望感。每當這個時候，我都會看着旁邊那空蕩蕩的專屬通道，感嘆，到底是排2個小時更有性價比，還是幾十秒絲滑入境更體面呢？這就不得不提我今天要給老鐵們分享的排隊克星 Global Entry 了。如果你一年最少有2次以上出入美國國境，包括美加或者美墨的陸路，這張 Global Entry 絕對是你必須解鎖的頂級通行特權。簡單來說，有了它，你入境美國時就再也不用去跟別人擠那個像春運現場一樣的傳統櫃檯了，直接走向自助通關亭，機器核驗一下，幾十秒就能夠搞定入境審查。更絕的是，一旦你獲批了這一張 Global Entry， 你還會自動獲得 TSA PreCheck 的資格。這意味着你以後在美國境內坐飛機過安檢時，不用脫鞋，不用解皮帶，不用掏電腦，直接走專屬的快速通道。那種在众人注目禮中瀟灑過關的感覺，才是真正的商旅精英範兒。說到底，咱們商旅人士追求的不僅僅是到達，而是更高效的到達。你想想，在別人還在為排队太長而焦慮地猛刷手機的時候，你已經打上車，在去酒店的路上了。這種時間上的領先，有時候就是一大筆生意的差距。所以合理利用這些信用卡提供的 Global Entry 和 TSA PreCheck 等等福利，能夠讓你在全球最繁忙的機場裡，依舊保持那種超凡脫俗的自信與從容。那麼這麼香的特權，是不是又要我們自掏腰包花冤枉錢了呢？嘿嘿，老鐵們，關鍵點來了！只要你進入咱們一直聊的美國信用體系，這筆特權費，信用卡公司替你報銷。一卡解決所有問題。為什麼美卡是環球達人的標配？風險對沖、旅程賦能以及入境效率，這就是我所總結的國際旅行3部曲。而美國信用卡就是實現這3部曲的終極大殺器。有美國 SSN 的朋友，通常你的 FICO 信用分在750以上，就可以直接一卡通國際旅行3部曲。除了我手上的這一張 Capital One Venture X， 還有像是 Chase、Sapphire Reserve 和美國運通的 MX Platinum 都能夠實現異曲同工之妙。對於沒有美國信用記錄的非美國居民的老闆們而言，道路可能會比 SSN 美國居民稍微複雜那麼一點點，但是絕對也是可以實現的。想聽硬核乾貨的老鐵，麻煩點擊一下屏幕下的大拇指，咱們馬上進入終極拆解環節。其實破局的關鍵就在於申請一個 ITIN， 也就是美國個人納稅人識別號。它就好比你在美國信用世界裡的數字通行證，讓你無需本地居民的 SSN 也能夠合法開啟美國信用體系。一旦拿到了這個號碼，你就已經成功了一半。接下來的升級道路其實非常的絲滑，我們可以先從一些門檻較低的，比如說華美銀行的押金信用卡 Secured Card 來起步，或者老闆朋友們通過你名下的美國公司 EIN 報稅來積累個人信用，就像是練級打怪一樣。如我們以前視頻裡介紹過的，先申請門檻最低的入門級信用卡。當你按時還款幾個月，你的信用分就會像芝麻開花一樣節節高。等到時機成熟時，再去斬獲那些高端的信用卡，也就是水到渠成了。當然，如果你覺得申請 ITIN 打理美國居民地址、規避銀行風控以及日常的信用養護太傷腦筋，還是我常說的那句話，專業的事兒交給專業的人來辦。如果你對各種航司權益、機場休息室等旅行特權感興趣，或者想進行相關配置，都歡迎你在視頻下方留言，和我們一起交流討論，或者直接私信我們一起研究研究。記得關注我們順手牽羊頻道，別錯過更多勁爆內容。
順手牽羊，一個最懂企業家跨境配置的頻道。我是Sean，我們下期見，拜拜。